知道湖人本赛季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可能不是那笔未完成的交易让湖人内线告急，也不是他们惨遭声势很少落寞的神情，而最让人遗憾的事情，可能是余晖的国王与天才少年的池域。当40岁的詹姆斯还能在前3节冲向禁区完成暴扣，26岁的东契奇也能施展他的魔法，但第4节的时光仿佛拖拽了詹姆斯惯牵的双腿，很难在末节给予更多的支持了，只能不甘地看着拥有华贵的紫金外衣被年轻的狼王彻底撕碎。当然，今天湖人的输球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原因，阵容的缺陷，里弗斯高端局的劣势，但雷迪克癫狂的轮换方式让这轮系列赛早已埋下了失败的伏笔。从上一场5人打满下半场的罕见，到今天彻底不上中锋，甚至在最后一节电风扇放满时，胡乱抓阄式的换人逻辑都还是显得非常的滞涩。即便湖人靠着夹击限制了爱德华兹，可这一切的代价居然是戈贝尔在年轻时都未能在禁区找到过的统治力，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而当赛后有记者质疑雷迪克的换人时，他甚至不听劝阻的愤然离席，因为森林狼多点开花的进攻手段，仿佛嘲笑着湖人巨星篮球的成就逻辑。毕竟在这5场系列赛当中，湖人每到第4节输分的代价是2位超巨不得不用场均38分钟的提前消耗来换取前3节的微弱领先。所以在这段未完成的交响曲之下，最让人可惜的依旧是詹姆斯和东契奇的这对组合，他们一个带着世冠荣耀步入黄昏，一个怀揣未来王座迎接拂晓。可在这中间相隔的不仅是14载春秋，更是整整一个篮球时代的更迭。当年轻的皇帝需要帮手时，他还未登陆联盟；而当迟暮的国王还有野心时，自己扛不动权杖的重量，让这段未尽的征途只是星辰与落日的最后对望。毕竟这终究不是金州蝙蝠侠与罗宾的童话，而是2代王者错时空的残酷叙事。如果他们能够早那么1-2年的相遇，当詹姆斯的体能还可以在第4节燃烧，即便是没有中锋，他一定也会让卢卡的魔法更加璀璨。当然，现在这种畅想还能在游戏里实现了。全明星接球派对在线巅峰詹姆斯联手东契奇，巨星组合上线免费领取。最近还有旧赛组队助威活动，沉浸体验。而下赛季的湖人，我们不知道詹姆斯还能不能打出这样的表现，但休赛期的管理层一定要补强内线了。所以现在让我们把这种期待延续到明年。希望国王退场之前还能与卢卡一起把湖人带回紫金之巅。